人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空间是具有不同维度的？现有文献中，最早明确讨论3种空间方向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他在《论天》中提出，线只能向一个方向延伸，面可以向2个方向展开，而具有实体的物体则拥有3个方向，也就是长度、宽度和深度。后来，欧几里得将这种认识整理成系统几何，再到笛卡尔、黎曼等人的出现，空间维度才逐渐发展成现代数学概念。数学可以建立自洽的逻辑结构，但数学上成立不等于现实中一定存在。数学中的4维欧几里得空间可以写成 x、y、z、w， 其中 w 表示第4个空间坐标，而物理学中的4维时空可以写成 x、y、z、t， 其中 x、y、z 表示空间坐标， t 表示时间坐标。时间坐标具有不同于空间坐标的性质，它不是第4条空间轴，并且受因果方向的限制，无法像改变空间方向一样任意返回去。因此，4维空间和4维时空不是同一个概念。在讨论4维之前，必须先分清我们说的是数学中的4维空间，还是物理学中的4维时空。在物理世界中，万物并没有在不同维度之间来回变换，它们始终存在于完整的宇宙结构之中。真正变化的是人类接受信息、理解信息和描述信息的方式。我们不需要寻找进入4维空间的入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突破3维直觉限制的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但是人类却无法看见空间的全貌。实际上，我们的眼睛接收到的只是投射在视网膜上的2维视觉信息，物体的背面、内部和完整体积不会进入眼睛。大脑会结合光影、透视、遮挡和经验，把这些2维信息重建成3维空间。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只是3维物体的投影，我们根本看不到一个物体整体的3维图像，我们更加看不到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大脑整理之后形成的空间模型图像。如果一个球体穿过2维平面，从2维的视觉角度只能看到一个点出现后逐渐变成圆，再慢慢缩小并消失。但从3维角度看，完整的球体始终存在。2维观察者看到的只是球体连续变化的截面，这说明低维观察系统只能接收到高维结构的局部信息，想要理解完整结构，就必须依靠思维重新组织这些信息。人的思维能力并不是某一种单独的能力，而是由记忆、语言、逻辑、空间想象、情绪理解和创造力等多种认知能力共同构成。真正强大的思维不在于其中某一项能力格外突出，而是在于这些能力之间能够形成稳定、灵活而协调的配合。随着思维能力不断提升，人类便可以逐渐突破日常经验和感官直觉的限制，在大脑中构建4维时空乃至更高维度结构的逻辑模型。
从更加广阔的角度重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零维度的点按照连续关系排列，构成一维空间。一条线沿着新的方向连续展开，形成二维平面。二维平面再沿着第三个独立方向展开，便形成了三维空间。维度的增加并不是简单的堆积点、线和面，而是在原有结构上增加一个全新独立方向。高维结构与低维空间相交时，在低维空间中呈现出局部截面，这就是维度切片。通俗来讲，维度切片就是低维世界只能看到高维物体被切下来的那一部分。比如一个球穿过平面，平面里看到的圆就是球的二维切片。那么三维空间的切片沿时间连续排列，又会形成什么呢？在相对论中，一个事件由空间位置和时间共同确定。理想质点在不同时刻所处的时空位置，构成一系列连续的时空事件。这些事件在四维时空中形成的轨迹，在相对论中叫做世界线。然而现实中的物体具有体积，它在每一个时刻都会占据一定范围的三维空间。这些三维区域在四维时空中连续展开，便形成了一个具有体积的四维区域。在相对论中，这种结构被称为世界馆。简单来说，点状物体随时间形成世界线，具有体积的物体随时间形成世界馆。我们在某一时刻看到的三维物体，只是它在完整世界馆中的一张三维切片。物体沿世界线实际经历的时间叫做固有时间。两个事件之间所积累的固有时间，不仅取决于世界线的起点和终点，还取决于物体经过了怎样的时空路径。不同的运动状态和引力环境会使物体形成不同的世界线，也会使固有时间的积累量不同。因此，两个物体即使从同一事件出发，最终又在同一事件相遇，只要经过的世界线不同，它们实际经历的时间就可能不同。这就是时间膨胀和双生子效应的基本逻辑。在本视频提出的模型中，宇宙存在一种比局部时间更加基础的时间形态——元时间。这里所说的元，是指不同维度结构形成时共同遵循的根本秩序。元时间不是钟表测量的局部时间，也不是某个维度内部单独存在的时间坐标，更不是普通时间之外新增的第二条时间维度。在我们宇宙形成之前就有时间的存在，它是本模型提出的时间的统一结构生成参数，用于描述不同维度的结构如何按照共同规则形成。元时间包含基本结构的一致性、相邻切片的统一生成标准、结构展开的统一方向，以及同一种规则的持续作用。元时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时间流逝，而是低维切片连续排列、相互连接，并形成更高维结构时所遵循的底层秩序。它为宇宙不同区域中的局部时间提供共同生成规则与比较标准。空间距离属于维度内部，描述同一切片中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
切片之间的间隔则不属于切片内部的空间距离，而是描述不同切片如何按照统一顺序连续连接。所以空间距离描述结构内部的位置关系，原时间描述结构如何连续生成，以及这种生成遵循怎样的统一秩序。一切事物在不变的规则下千变万化，核心逻辑都是那不变的循环。这种统一生成规则本质上是一种循环排列逻辑。这里所说的循环是指同一种基本规则不断重复生效，并使结构最终回到起点，形成闭合而完整的形态。因此，一条理想直线中的连续性，一个平面中的结构延伸，一个三维物体的截面排列，以及物质在时间中的连续变化，都可以被理解为同一种重复生成逻辑在不同维度中的表现。这种重复生成逻辑是理想的底层规则，但它进入现实物理世界后，会受到局部空间结构、运动状态、引力环境以及物质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存在完全不受干扰的绝对循环。物体的周期可能改变，运动方向可能偏离，结构可能发生扭曲，同一个循环也可能永远无法精准返回原来的状态。但是，现实循环的不完美并不能说明循环逻辑不存在。相反，这些不完美的循环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因为它们仍然建立在某种可重复的底层生成规则之上。也就是说，物理世界中的循环并不绝对，但物理循环的存在必须以绝对循环逻辑本身可以成立为前提。相对论中双生子效应讲的是，一对双胞胎中，一个留在地球，另一个乘坐高速飞船离开地球后再返回地球。重新见面时，飞船上的人会更年轻，因为速度接近光速。旅行者沿自身世界线所经历的固有时间就越少。标准相对论不需要假设宇宙背后存在另一个绝对时间，只需要比较两条世界线积累的固有时间，就能够计算出双方的年龄差。假设地球上的人已经度过10000年，而旅行者只积累了几十年的固有时间，那么旅行者的心跳、思考、代谢和衰老也只实际进行了几十年。这10000年不是旅行者自身真正经历的生命时长，而是地球参考系中从出发到返回所经历的坐标时间。因此，双生子效应并不是把旅行者同样长的生命过程简单拉长，而是两条不同的世界线真正累积了不同长度的固有时间。在本频道的第1期视频中，我们已详细讲述了不同引力环境和运动状态下时间流速为何会产生差异。本期视频不再重复说明。在这个模型中，物体自身的连续变化由一系列相邻的时空状态构成。旅行者自身经历这些状态时，局部物理过程始终保持连续和正常。发生变化的是这些状态与选定外部参考系的坐标时间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这些彼此不同的局部时间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生成逻辑。局部物理条件
使这个理想生成节奏发生误差，从而产生速度不同、周期不同、时间累积不同，以及无法绝对闭合的现实循环。因此，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绝对完美的物理循环，但一切不完美循环的存在仍然属于一个更基础的循环生成逻辑的衍生品。也就是说，一切的不完美物理现象都源于一个完美的物理现象。当我们理解了本视频提出的统一时间模型，并接受时间存在于不同维度结构之中的设定，就可以进一步模拟四维时空的局部状态。为了更直接地理解四维时空，我们把同一个物质的完整时空历史通过两种不同的坐标尺度同时显现。在完整的四维时空中，世界线上的每一个点都对应一个具体的时空事件。当世界线与这些三维切片依次相交时，焦点就会在三维空间中不断改变位置。因此，物质就像沿着自己的世界线不断向前移动。为了把这种四维结构翻译成能够容易理解的三维动态画面，这个模型不再把世界线上的焦点表现为一个没有体积的数学点，而是把它替换为同一个物质完整的世界观。因此，在画面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世界观沿着与自身形态相同的世界线移动。这个模型模拟的不是二维视角看到的四维时空，而是从五维视角看到的四维时空的世界。随着时间不断变化，世界线与三维空间切片的焦点不断改变位置，而模型把每一个焦点都用同一个物质的完整世界观进行放大和替代。这意味着，在四维时空中，如果两个能够看见四维时空结构的物体相遇，它们都能看见对方的过去和此刻的未来。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一种物质结构在空间中的什么位置形成，它的世界线就从那个位置开始。不同物质拥有不同的起点，但都会沿统一的时间方向继续演化。这里演示的只是一套用于理解四维时空的逻辑模型。真实的宇宙并不是一个物质在空旷时空中的独立运动，而是无数的世界观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从自身结构形成的那一刻开始，都会在当前状态和环境条件下形成一种最基本的后续演化趋势，我们把它称为基准世界线。基准世界线不是已经确定的固定命运，也不是提前存在的轨道，而是物质在没有受到新作用时，按照当前条件可能继续发展的方向。比如一个形成在枝头上的苹果，苹果结构形成的那一刻开始，它的世界线就从枝头所在的空间位置展开。如果没有新的外部干扰，它会继续成熟、脱落、腐烂和分解。苹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全部三维状态，沿时间连续组合起来，逐渐形成它的世界观。但现实中的物质不可能永远存在于完全没有外部作用的环境中。天气、动物、
人类、温度和其他物质都可能改变苹果之后的世界线。这种改变不会改写世界观的过去部分，但是会改变一个世界观的未来部分。当新的作用出现以后，物质会保留已经形成的历史，再从变化发生的位置开始，加入新的环境条件和相互作用，形成新的耦合世界线。耦合世界线不是另一条完整轨道替换原来的世界线，而是原有历史与后续变化共同形成的结果。在演化尚未结束时，已经形成的部分无法改变，未来部分仍然可能沿不同方向继续发展。宇宙具有统一的时间方向，但不同物质拥有不同的时间跨越尺度，形成的空间位置、结构和环境条件。非生命物质世界线或世界观的变化，主要由自身结构和外部作用决定。生物体同样受到自然规则约束，但生命具有感知、记忆、学习和行动的能力。生命可以接收其他世界线带来的信息，再根据自身状态和现实环境调整之后的发展方向。这种学习不是复制一个生命完整的世界线，而是在自身过去无法改变的基础上，吸收外部信息，形成属于自己的耦合世界线。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如此，世界线从生命结构形成的位置开始，沿时间方向不断展开。每一次选择、相遇、意外和环境变化都可能改变之后的人生轨迹。生命无法逆转时间，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但可以通过感知、学习和行动，影响自身世界线之后的发展方向，最终改变完整的世界观的四维形态。我们生活在多维空间中，沿着自己的时间线不断前进，看见局部，理解局部，再通过这些有限的信息，一点一点接近整体。这部视频所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已经得到证明的最终答案，它只是一次尝试把物理现象、空间结构、时间方向以及物质在宇宙中的完整存在重新连接到同一个模型之中。探索四维时空也许并不是为了立刻找到最终答案，而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意识到，熟悉一个世界并不等于已经看清了它。我们始终应该抱有一种对于万物的敬畏之心，对生活保持新鲜感，是因为未来仍然有变化的可能；对他人保持陌生感，是因为任何人都存在改变自己的机会。也许只有真正看清这种开放与自由，我们才能逐渐明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